大家好，欢迎收看行母离。每年圣诞节，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就是能够得到圣诞老人的礼物。但你知道圣诞老人的来历以及圣诞老人的故乡吗？圣诞老人的原型是罗马天主教传奇的圣尼古拉斯，他出生于公元280年，在土耳其东部的麦拉成为主教。他是儿童的守护神，因慷慨而世界闻名。20世纪30年代，可口可乐的广告漫画家将他描绘成了一个有善良面孔的超大型快乐精灵。从此之后，圣诞老人从宗教形象一举转变成为了世俗偶像。如果想找到圣诞老人，就一定要去他的家乡圣诞老人村，芬兰拉普拉首府，一座横跨北极圈的城市罗瓦涅米。据说在1927年，芬兰自己宣布在拉普拉神奇的耳朵山发现了圣诞老人的办公室，但不幸的是，二战期间罗马涅米遭到了苏联轰炸，又被德军完全摧毁。1950年，时任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来到罗马涅米，某天她突然想要去北极圈，于是当地官员赶紧在罗马涅米以北8公里处建立了一个小屋，以供总统夫人歇脚，而这座小屋就成了圣诞老人村诞生的标志。1984年，芬兰旅游局宣布拉普兰为圣诞老人之地。1985年，罗瓦涅米被宣布为圣诞老人的官方家乡。1989年，芬兰开始了全球营销圣诞老人。2010年，罗瓦涅米最终获得了圣诞老人故乡的官方认可。如今的圣诞老人村每年可吸引来50万世界各地的游客，其中中国游客更是越来越多。每年圣诞节前1个月，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这里，因为圣诞老人将在村里宣布圣诞季的启动，这也意味着罗瓦涅米旅游旺季的到来。众多游客蜂拥而至，体验真正的魔幻圣诞节。而另一个精彩时刻就在12月23日，那天圣诞老人会启程出发，为世界各地的儿童分发礼物。从1985年至今，圣诞老人已经收到来自全世界198个国家的1500万封邮件，这也使得圣诞老人邮政总局成了游客必去的打卡之地。从这里寄出的每一封邮件都会加盖特有的北极圈邮戳。当然，在村里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就是跨越北极圈了。许多人把北极圈视作快节奏和生活压力的边界，跨过北极圈就是零压力的地区，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张成功跨越北极圈的证书。其实圣诞老人村在夏季也是非常迷人的，每年6月6到7月7这1个月的时间，太阳基本上都不会落山，因此也被芬兰人视为午夜阳光。拉普兰短暂的夏季本来就不是用来睡觉的，午夜太阳可以让游客更加精力旺盛。告别午夜阳光，从8月到来年4月，在罗瓦涅米还能欣赏到绚丽的北极光。关于北极光，在芬兰还有一个狐狸之火的美丽传说。几十年来，圣诞老人一直日以继夜地在圣诞老人村完成了他生命中的重要使命，为孩子带去幸福，为成人带去善良，给全世界传递爱和美好的祝愿。但有意思的是，芬兰的对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是丹麦，并没有因为芬兰对北欧圣诞老人的占有而激动不已。也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丹麦只声称自己拥有北极的唯一所有权。不管如何，在芬兰只有中国驾照就可以自驾无阻，这个不善言辞的冰雪之国，你想去转转吗？来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